我会一直不断的在每个阶段去感受到这岛屿给我的爱。假设你来到兰屿，你看到路边如果有摆像那种木头或者是绳子或者水管的话，不要好奇按照着这个木头去走，因为有可能会走。在这个位于台湾东南太平洋上的美丽小岛，正式进入旅游旺季啦！不知道你去过了吗？湛蓝的无边海洋，岛上自由的动物们，缤纷的海底世界，还有独特的达悟文化，这些是兰屿这座岛带给我们的深刻印象。而你知道，在这座拥有5000位岛民的岛上，有一位对大家来说特别意义非凡的重要存在，他是兰屿邮差Layu简伟俊，堪称呢是全台湾最热血的邮差。这一集呢，我要透过与Layu的轻松带一点深入的对谈，来探讨他究竟如何以排湾族人的身份虏获全岛民们的心。那就继续看下去吧。大家好，我是 Bessie。现在呢，我们在兰屿的红头部落，在一个非常舒服的凉亭上。那我现在身边的呢是我们的兰屿邮差。大家好，我叫Layu，我是目前的兰屿邮差，本名叫做简伟俊。Layu吗？Layu是我的排湾族名字。你在兰屿当邮差已经是有几年的时间？其实已经快6、7年左右。透过这个邮差的角色，应该非常深入族人的日常，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所以想要透过这次很难得的机会，希望透过你的视角来多了解一下你看到兰屿的样子。现代人对于邮差这个角色其实没有太深刻的连结，但我觉得你在这边，因为岛上好像只有2个邮差嘛，对，目前是2个而已。然后邮件的量其实好像还蛮大量的，因为这边也没有比较大的物流公司。对，没有错。很好奇你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怎么样找到生活的热情？对，因为看你平常分享的动态里面，就可以感觉到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以自己的这份工作为傲的感觉。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这样子持续了5、6年？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我会来这边当邮差，然后我觉得是这个服务热忱是应该从我上一份工作是咖啡师延续下来的。我从以前的服务顾客到服务族人跟服务乡民的那种感觉。对。同时我觉得是因为天天都要外出送信嘛，因为你怎么绕都是这个岛而已，所以你见到的那些族人都有可能变成说是你最亲密的人。有时候他们也会把你当作是自己家人看待。有时候我去送信，他们有时候叫我到兰下来进来吃饭啊，或者说吃点东西。然后有时候自己有种一些东西的话，都会很大方的去跟你分享。我会一直不断的在每个阶段去感受到这岛屿给我的爱，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份工作。加上我不太喜欢坐在一个空间的那种，我喜欢往到处外面跑，然后发现都很有趣、很新鲜的事情这样子。加上说这边其实很不方便，就一间邮局，大卖场也没有几间，然后2间 7 而已，所以整个书信的物流或者是包裹的物流的东西都是交给我们邮差去做处理。如果当你在一个职业发现一个环境有一个问题要解决的话，你可能会变成是那个环境的关键角色，像是我们帮族人送一些重要的文件，他们要申请东西的，或者有的是药物，要不然就是有一些孕妇订的尿布、奶粉，也是经过我们手中去转交给他们的。当你在每个阶段完成这些工作的时候，你的使命感会突然变很大，好像说你非得做这件事不可。大家都很需要你。我放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会放不下说来顶替我的同事能不能负担这么大的工作量，所以是给自己压力，同时也是一个困扰了。因为有可能是我的老婆是兰屿人，就是你跟这边的土地特别的有归属感，很亲近，所以说我会特别想要在这块土地做付出。很多人的工作它就是非常的一成不变。你的这5、6年当中，你有没有任何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部分，不是很难适应的？一开始很难适应是这边的人，我觉得是门牌吧。然后最难的是门牌，就是说你要怎么去认识这边住家，而且这边的门牌是比较混乱，你都要拿着自己地图去找门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书里面分享说，我刚进邮局的时候，我就带着我老婆去各部落走，然后去找门牌，是一个画图。我们自己会手绘一个地图，记下来说哪个位置、哪个门牌是几号这样。是因为有些人没挂门牌吗？还是没有门牌的位置不好找？不是，是你要去认识住家的位置哪里，因为通常不太有点参差不齐。对，参差不齐，因为这边的话是门牌会跳号，排列没有规则，所以你可能看到这一家可能是10号，下一家可能是20几号、80几号。为什么？可能是早期跟规划的问题，规划跟编定的问题，所以说没有像台湾那么整齐，说一排是单号，一边是双号这样。我觉得那一阵子是比较痛苦，是因为你要去认识门牌之外，同时有很多业务要扛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离岛只有2个邮差，然后加上你要包办去接邮件，处理村民的一些用油的问题，所以说那时候我觉得压力是最大的。还有成功了半年了，因为那是过渡期。真正如果要能够适应这边的工作环境的话，可能是你要先融入这边的生活。如果你越知道说这边的人的生活习性的话，反而在工作会越顺手。本身也蛮好奇的，因为你是排
台湾族的嘛，那你来到这边，因为周遭家人其实都是达悟族人，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或者是你有没有找到自己更深的文化认同？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其实一开始那是吃的吧。我虽然也吃鱼，但是我没有想过说来这边就可以吃到那么多鱼，而且比较少吃到像山产类的东西。除了这些之外，再就是语言吧。像我一开始也不懂这边的一些母语，但是我就一直从我太太这边的家人去灌输一些母语的观念，和一些基本母语问候语。我懂了之后会讲，所以我在送信很常讲，就是会开口问好的一些母语话，导致说我在跟有一些族人长辈问候的时候，开口的时候很亲切，他们就会认为说，哎，你是不是我们的达悟？但是现在因为你听久了，能够从他们对话之中猜到说他们大概在讲什么意思。可是真的还有很多族人会讲吗？就是那个比例高吗？还是就是其实很多啦，只是说现在长辈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有在讲。我觉得跟原生家庭有关系的。如果你的家人有时常在讲母语的话，也有关系。像现在他们学校都有实施那种沉浸式母语，做兰屿这边的学校，台湾也有在做，好像是因为要复兴母语这个文化，所以说他们把纳入像是国小课纲，像一些实验学校，对，会有母语老师进驻。像我老婆他们学校幼儿园就有讲一些很日常东西，或者是介绍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你去年出了书，关于这本书，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你会想要怎么样介绍你自己的书？然后或者是你的内容是想要传递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兰屿邮差签收我的爱》。那这个签收我的爱是不只是爱情，同时也是居民跟收件人的爱这样子。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兰屿的故事来看待就好。我以为这本书单纯是一个兰屿邮差的工作日常，但是我收到的读者回馈都是说，谢谢你，因为你写这本书才想来兰屿旅游，或者才想来兰屿当小帮手，或者说才知道说兰屿原来有这么多的丰富文化。所以我觉得书不只是带人去认识一个地方之外，还会想要启发你想来到这地方一探究竟。假设你想来兰屿，有人认为说这本书是一个来兰屿的前导书，来认识说这边有什么文化是要注意到的，或者说这边的人的一些基本交谈母语有哪些，这书中都有提到，有可能是对你有帮助的。那么我也蛮期待说，不管是你先看过这本书，还是先来过兰屿，看了这本书能够唤起你在兰屿的一些旅游经验或者是生活经验都好。假设你来到兰屿，你看到路边如果有摆像那种木头或者是绳子或者水管的话，你一定要注意，那是因为这个部落可能有一个住户或者是某个村民，他们有在举行，比如说像是丧事。我觉得在兰屿是一个非常贴心去警醒，我们部落有发生事情，那请你们进到部落的时候小声一点。这几天也麻烦你说，不要在部落里面敲敲打打。当部落有人走掉了，我们全部的人都会为那一个人去做默哀。那我们为了你，我们今天不去芋头田，也不去下海，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在家里休息这样子。可那个是放的人是自己家的人，就是因为他知道有发生事情，所以他就是从部落外围开始慢慢放到部落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部落在挖工程，地下工程，他们也为了这件事情停工好几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底蕴，一个保存的方式。那个东西其实不限于是什么东西，但是通常用的都是比如说绳子，会有延伸性的绳子、木头，只要你找到能够延伸来挡住家里面前的都是可以。当然你的一个意思是说，那是一个往生走到牧场或走到家里的一个道路。然后第二个是说，他们要避免说晦气扩散到其他那个住家，那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举动。所以说他们都会把它围到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自己在挨家围成一圈这样子，这个警示作用。假设你们将来有游客想要来兰屿，一定要注意到这事情。也不要好奇去按照着这个木头去走，因为有可能会走到挨家都有可能。我觉得是它会沿路的，会沿路的放。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说你要注意到这是兰屿重要的文化。下一集呢会和大家分享来由亲自带我们下他的芋头田，来告诉我们芋头呢在达悟文化扮演着什么重要的角色。期待看到更多兰屿邮差下班后的日常吗？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不要错过下集的分享啦！拜拜。